圣女贞德是法国历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她生活在15世纪末期，一生经历了许多戏剧性的事件，包括她的神秘经历和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的英勇行为。她在历史上被视为一位英雄和宗教信仰的象征，尤其是在法国和天主教教会中。圣女贞德于1412年1月6日出生在法国一个小村庄中，名叫多梅雷。她的家庭是农民，她的父亲是一名农夫。贞德的童年时光与其他农村孩子一样，在田间劳作和参与家务中度过。他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只会读写简单的文字。然而，在他13岁时，他开始经历一系列的神秘事件，这些事件成为了他一生的关键点。据说，贞德听到了来自天使的声音，他们告诉他要为法国效忠，并把国王返回巴黎。他还声称收到了神的启示，并被指派去带领法国军队反对英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圣女贞德一直忠实地听从神的旨意，她也经常参观当地的修道院，寻求精神上的支持和指引。据称，她曾在大教堂里遇到过天使，得到过许多指示和命令。她还开始穿上男装，声称这是为了方便她在战场上指挥军队。在1429年春季，圣女贞德来到了奥尔良城的战场上，这是法国和英格兰之间百年战争的重要战役之一。圣女贞德的到来让法军士气大振，她被任命为一名指挥官，并成功的指挥法国军队打败了英国军队。这场胜利标志着法国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让圣女贞德声名大噪。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圣女贞德带领军队赢得了一系列胜利，包括攻占洛林地区的城镇，并帮助国王加冕。然而，在1430年5月，他在卢瓦尔河谷附近的一场战斗中被英军俘虏，并被判定为异端。在审判中，他被指控在穿上男装的情况下违反了性别规范，还被控告曾经进行邪教仪式。虽然他一再辩护，但最终被判处火刑，于同年5月30日在卢昂市被烧死。圣女贞德一生经历了许多戏剧性事件，她的忠诚、勇气和信仰一直是人们所敬仰的。他被视为法国民族英雄和天主教的象征，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对于他的一些行为和决定，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他穿上男装，可能是为了方便他在战场上指挥军队，但也被视为违反性别规范，这在他的审判中成为了一个指控。他也声称收到了神的指示，这在当时的社会中被视为不寻常，甚至是异端邪教的行为。因此，在他被俘后，他受到了审判和处决。总的来说，圣女贞德是一个非常有争议和复杂的历史人物，她的忠诚和信仰一直是人们所尊敬和敬仰的，但她的决定和行为也受到了质疑和批评。不管怎样，她在法国历史和天主教历史中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她的影响和遗产一直延续至今。圣女贞德的影响不仅仅在她的时代，而且延续至今。他的生命和死亡都激发了人们的灵魂，激励了他们为信仰和自由而战。他的故事在许多文化中都被赞颂，并在文学、电影和其他形式的艺术中被广泛传颂。在法国历史中，圣女贞德被视为民族英雄和守护神，她为法国国家做出的贡献被广泛认可，她的牺牲和忠诚被誉为法国国家和天主教的象征。他在法国历史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是无法忽视的。在法国国旗上，圣女贞德的标志经常出现，以表彰她的贡献。在天主教中，圣女贞德被认为是一个忠诚和信仰的典范，她被视为天主教的保护者和象征。她的虔诚和勇气被广泛传颂，她的故事在天主教中被用来激励人们坚定信仰，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圣女贞德的生命和死亡充满了戏剧性和争议性，她的贡献和行为也有着不同的解读和看法。但无论如何，她的忠诚、信仰和勇气都是人们所尊敬和赞颂的。她对于法国和天主教历史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她的故事和遗产一直延续至今。她的生命和牺牲激励了许多人为信仰和自由而战，她的故事将永远被传颂下去。然而，
圣女贞德的生命和死亡也存在一些争议。在她被追认为圣人之前，她的形象被不同的利益方塑造和利用，甚至被政治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中，她的形象也被重新解读和利用。在法国历史上，尤其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圣女贞德的形象被广泛利用，被视为法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象征。在这个时期，法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非常动荡，许多人试图通过利用圣女贞德的形象来激发爱国主义情感和团结力量。这种利用和政治化导致了圣女贞德的形象被扭曲和误解，甚至被用来为暴力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辩护。此外，圣女贞德在现代宗教中也存在一些争议，有些人认为她的形象被过分神化，甚至成为了一种迷信。在天主教中，一些人认为圣女贞德的信仰和行为不是完全符合教义，因此她不应该被当作宗教的典范。在一些新兴宗教中，圣女贞德的形象被重新解读和利用，成为了他们教义中的一部分。然而，这些争议和不同的解读并不能抹去圣女贞德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她的形象和故事一直影响着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观念，激励着人们为自由和正义而战。她的形象和故事也一直被艺术家、作家和电影制作人所关注和传颂，成为了文化和艺术的一部分。总之，圣女贞德是一个历史和文化上的重要人物，她的生命和死亡充满了戏剧性和争议性。她的忠诚、信仰和勇气一直激励着人们为自由和正义而战，她的形象和故事也一直影响着人们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尽管她的形象和故事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被重新解读和利用，但她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是无法忽视的。